Hello，大家好，今天是8月12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APP 继续上涨，来到了470压力位附近回落。阿哲对他的观点是，如果真的出现回调，依旧还能波段上涨，找回调买点，目标位是新高。当然，这个前提是有些支撑它不能跌破。MSTR 到达了上涨短线的目标，可以获利兑现，离场等待下一个买点。美股再次刷新新高，但压力位还是没能收盘突破，并且今天还有盘前的7月份 CPI 数据公布，这里千万要小心。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14期的视频。阿哲依旧通过以下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盘前的观点。在第一部分，阿哲还是要讲到有关纳指的指数观察。阿哲会通过3个维度来去讲一讲，分别是 K 线、浪形和日内的空间价位预测，来告诉大家目前的指数环境究竟做多还是做空，他们的风险和机会如何。在明白目前的大环境之后，阿哲也会照常讲一下以下个股它的一个分析，分别是特斯拉、英伟达、AMD、Circle、PLTR、Coin、APP、博通、阿斯麦、苹果、Meta、MSTR、谷歌、亚马逊、SMCI、台积电，以及我们最新增加的这只股票 Coinbase。那么以上的个股呢，就会在我们接下来指数环境分析之后去进行讲解了。而在我们正式内容开始之前，阿哲对于首次观看阿哲视频的同学有一个温馨的提醒，因为你会发现阿哲的视频当中所涉及到的目录是比较多的，所以视频时长呢会偏长。但可能不是每一只标的您都需要去了解，所以阿哲的建议是，您可以点击视频底下这个三角，在点开之后，它会有一个本期视频所有内容的对应时间轴，而点击对应时间轴，您可以快速跳转到那一部分内容。希望这个设置能够对您有所帮助，解决您部分观看的烦恼。那么现在我们来到正式内容的第一部分的第一小节，阿哲要讲一下 K 线的一个经典形态。而对于关头阴线的讲解，如果您是老同学，或者说昨天刚听完阿哲直播的同学，您应该是学习过的。阿哲这里主要是讲给第一次收听视频的同学，如果您是老同学，可以跳过这一部分，直接看到纳指的浪形分析。所谓的关头阴线其实很简单，在本次的上涨当中，它一共出现了2次关头阴线。这种 K 线，它就是它的开盘价和最高价是相等的，而后全天下跌，它就是关头阴线，一般是出现在上涨当中。我们看一下它的模型，关头阴线呢，它只要一根阴线符合开盘价等于最高价，那么就符合为关头阴线。那这种 K 线为什么要去关注呢？因为它的高点将会预示着未来行情走到这里将是一个强势的压力区。当一天的股价走势开盘价就立马是高点，立马见顶，而后当边的下跌，全天下跌回落，那么这其实就说明那一个价格是非常关键，它一定存在某些特殊的含义和对于未来市场操盘策略的指引。那么一般来讲呢，会有几条策略。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是上涨当中遇到，你本身就有利润了，那么遇到它是要首先做出卖出或者说减仓动作的。而第二点就是关头阴线，它的高点为强压力，如果这里真的为主力机构的出货行为，那么这个高点一般不会被突破，则此高点呢中期难去突破，而越是被快速突破的高点的关头阴线呢，它越是反映前期下跌为资金砸盘，而后续可能还有更高的空间上涨。所以你往往要在关头阴出现之后去小心后续会不会来个回马枪，直接呢把关头阴吃掉，那就是很好的再次做多看多的一个时候。然后第三点就是关头阴的低点呢，一般最好不要被破位，如果被跌破并且破得越深，后续突破关头阴，它的涨幅理应是越小的。关头阴的高点呢，它的突破最好是快速的大阳线突破，亦或者是跳空缺口的突破。这里有一个注意事项，就如果你手中的股票，没错，个股呢也可以用关头阴线，它应该是一个很稀有的存在。如果你的股票反复出现关头阴，那么这种股票就不要用关头阴线。现在我们看到上次在低位时所出现的关头阴线，好，在出现之后呢，它的低点是没有被跌破的，而后它的高点是3天就突破了，所以很快。而突破之后，在关头阴之上的区间就去寻找做多的行情。而当前呢，你会发现关头阴线是还没有去突破的，这个强压力区依旧有效。那么这里究竟会不会是再一次的出货点？比如说前期这里真的是机构出货，好，那么再次回到这里，会不会再次产生一些市场出货的现象？那么你要关注这附近的价格表现。而从当前来看，最近2个交易的收盘价都没有突破关头阴线的高点压力，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在压力位附近，它不能够产生强势的阳线突破，亦或者是跳空上涨的话，这个位置的关头阴线则越是靠近，越是风险，越容易呢往下去运行。
所以当前的股价走势，行情走到这里，一般我们没有突破压力之前，越靠近压力，你的交易策略应该越是短线减仓。这也是为什么 MSTR 昨天到目标啊，你就应该卖。那么很多股票呢，可能开始回落时，你开始要减仓了，就是因为关头阴目前还是没能突破。那么以上就是第一部分，我们对关头阴线再次做了一个复习。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则是首次的学习，您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关头阴线突破后啊，某些个股的表现一般都不差，短线呢正常应该会有行情和更高的上涨。在第一部分讲解完后，我们来到第二部分，关于纳指的浪形走势。那么最近我们一直有讲到市场处于五浪的上涨，那么五浪上涨它的空间，它目前就来到了一个关键的窗口，就是0.618的空间。这个价位怎么测算的？用的是前期一浪上涨它的一个幅度，用一浪上涨的幅度算0.382、0.5、0.618，就可以得到以下的这些数据。那么在这些数据过程当中呢，曾经的0.382啊，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压力，而后股价呢突破了，就继续看下一个空间。0.5的位置也只是小压力，股价后续也翻过去了。那0.618截至目前为止还不能说是有效的突破，因为到了这里就出现了高开低走的阴线，而后快速的下跌下破，还回踩了一下前期的0.382。那最近的这一波反弹还是很强势的。但我们看到它只是刚开始站上0.618的空间，而站上的第二天就收了再次的冲高回落的阴线，目前还没有跌回来这个空间。所以当下呢，你也可以有一个右侧的风险提醒，就是股价如果再次的收盘跌破21,289.8，那么是无论如何你都要再次的去卖出的。比如说啊，左边这个压力在这里，你说阿哲，我看到压力，我先不卖，可以吗？不是不行，只是可能到时候真的要卖的时候呢，可能就晚了。但假如您真的是比较右侧，想要去看到风险，你可以做另外的选择，就是当有那么一根阴线把我们的一个价格再次拖拽到21,289.8之下，你再去做比较明确的卖出也是没问题的。这是一个比较右侧的卖点，它预示着0.618还是没能有效突破。那么没能有效突破这个价位，就说明这里还是有机会成为五浪的高点。而反之，比如说今天 CPI 数据公布之后，确实相对比较不错，那么市场往上选择高开，选择后续收阳，突破关头阴的高点，那么下一个目标位你所看的就是0.764，也就是21,751.7。所以当前的关键的窗口就是选择向上去打开空间，还是选择假突破，突破无效，选择构筑五浪的高点。那么这就是一个多空重构，多空双方都处于关键选择关口的一个指数环境了。所以个股交易上，您一定不要在这里提前埋伏太多的仓位去看多或者是看空。所以最近我们一直说短线把握行情，波段上呢以减仓为主，后续看清方向再去接回来，再去加仓都没有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到昨天的盘前广播您只要是订阅粉丝同学特别是新订阅同学，您基本未来1个月您都可以收到这条盘前解析的广播。阿哲一般呢会在盘前给到一些相对的消息面的总结，会比视频来得更加直接以及呢及时。昨天也有讲到这个观点就是价格突破了压力位当然还不是有效的，来到了关头阴的高点压力，但目前呢还是没能突破。所以更多的仓位你应该是等待大阳线或者说缺口去突破关头阴的高点，而后再去找机会去买回来就行了。在压力位附近的短线你就要特别小心，因为它不过就说明要调整，调整的幅度可能不小。这里要小心负阴线或防守阴的形成。昨天呢不是一个负阴线大家注意了，昨天的覆盖幅度差一点没有到一半，所以昨天不是负阴，它是一个冲高回落、高开低走的阴线，但是也是一种风险信号，因为在压力位附近出现嘛，所以这个位置就已经开始要小心。右侧卖点等一个明确下跌，跌回0.618价位之下。那么以上就是对于 K 线和我们的浪形再做了一个简单的讲解，以及我们观点的推进。那么听到这里，如果您是老同学，亦或者是财生同学，那么阿哲希望您照常为阿哲视频点上您的小红心，您的点赞。而如果您的时间相对的宽裕，阿哲也更加希望您能够点开评论区留下您的一句宝贵评论，亦或者是建议。当然，假如您是新同学，第一次观看阿哲视频，收听阿哲的内容，如果对您有所帮助，阿哲很开心，同时也建议大家可以在视频底下寻找到一个订阅按钮，在点击订阅按钮后会成为阿哲的粉丝订阅同学。您只要把这个铃铛全部点开，
那么这样子，那么阿哲未来的每一期视频、每一个观点在公开发布之后，那么系统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到您，这也是订阅粉丝同学的一个权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小节，我们要开始讲到日内撑压了。那么这个撑压点位呢有点意思，昨天的市场的高点和阿哲给到的预测高点基本上相差无几，应该就差了2个点。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盘前所给到的点位。阿哲每天的广播除了刚才讲到的指数的一个环境之外同时呢也会讲到个股的短线和波段多头一些标的的跟踪，大部分呢是我们视频当中讲过的一些标的，而最后会给到就是指数和某些个股的点位预测了。那么这个点位的预测很多时候是一个日内的压力和支撑。那比如说昨天市场的高点是多少？阿哲给到的昨天盘前的压力说的是今天日内要关注21,547.05，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昨天市场的高点它是21,549.73，那也就是说只差了2个点，只过去了2个点，所以过去这个压力直接碰到就往下走，有点高压线的感觉。那么这种压力有效的情况下呢，则说明市场的空方确实开始变强，这是要小心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点位应该怎么去用。其实很简单，你只要得到这个点位之后您看一下当天的收盘价就行。当市场的收盘价比预测的高点压力高就说明突破了压力，那么当天的多头就比较强。反之，收盘跌破了低点支撑，就说明空方比较强。那么多头强，短线看涨；空头强，短线看跌。那么具现化到图表当中，就是右侧的这个 K 线图了，这是纳指的日线图。在图表当中的 K 线底下有一些红灯和绿灯。如果市场出现的是收盘跌破预测低点，那么说明空方强，它的底下阿哲会标记一个红灯。反之，突破预测高点，说明多方强，一般会给到一个绿灯。我们用红绿灯去把握的行情，一般希望的是短期顺势的行情。比如说，很多时候可能它红灯、绿灯、红灯、绿灯，它可能会交错出现，行情可能有时候波动是震荡的。但假如出现了一个绿灯之后，它后续保持无灯，保持连贯性，那么这种行情的利润就都是红绿灯能够去把握到的。出现红灯之后你再相对的防守去止盈那再次转为绿灯呢，就再次走为看涨。而只要它保持绿灯，保持看涨，那么到了红灯的位置，相对注意风险。那么红灯管理的范围之内，就是空方的市场就要相对小心。越是久的红灯，越是持续的红灯，那么你的仓位就要越是减少了。而最近是不是又出现了一个绿灯？绿灯之后呢，往上运行目前还是无灯的，所以股价走势从这一天开始到目前为止都属于多方管理的一个区间，都是多方占优的。那我们再看到最新的点位，今天周二市场当中要关注的哪2个点位呢？一个是预测高点21,467.57，预测低点21,264.46，这2个价位你就要关注好了。今天如果收盘价跌破21,264.46，就说明它要出现红灯了。从这个绿灯开始，如果在这里出现红灯，那么说明风险出现，也要小心。今天只要不跌破这个价位，而是收盘在这之中，亦或者是在这之上，都说明它的多方依旧保持，短线依旧能够是看多的，维持看多的。但是以红绿灯的角度去观察，虽然这一波上涨感觉很单边感觉很强势，但是红绿灯表现呢，从这个绿灯后开始，其实没有再有绿灯出现，也就是说它一直都是这个绿灯后的惯性上涨。这种惯性上涨一般是不持久的，比如说像前面这里出现绿灯之后，如果是惯性上涨的话，一般不持久，它容易呢出现下跌的话，就很容易调整了。比较好的上涨是出现了绿灯之后，它可能隔几天会出现新的绿灯，隔几天出现新的绿灯，它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补充，哪怕调一般也调不深。所以像这种位置出现绿灯之后就没有绿灯了，这个位置一旦调，它的调的力度呢可能就会深一点。所以这也是要小心的，最好今天立马再出现一个绿灯，同时它也会去突破左边光头阴的高点，那么就特别好，就延续看涨。在后面的个股讲解当中呢，阿哲也会把每一只个股今天的日内预测和高点低点给大家去提供，你也可以去看一下个股跟踪的这个红绿灯，其实效果也是不差的。在短线的趋势跟踪当中，阿哲是特别喜欢用红绿灯去跟踪，并且也是每期视频都会去讲到。但阿哲的视频呢，很多时候是周二周四和周六，所以不一定呢每期视频能够及时给到你提醒，所以阿哲呢是比较建议的。如果您是已经点击订阅了阿哲频道的同学，特别是新粉丝同学，那么您的订阅福利记得领取。首先第一个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粉丝订阅观众的盘点解析了。
阿哲呢是每天盘前都会更新的，比视频要更加及时和高频。所以如果您觉得这个点位可能对您有所帮助的话，您可以看一下底下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您可以看到一个置顶评论，是阿哲所发布留下的。在这一条评论中有一个链接，是我们 Jacky 老师的 Telegram 的链接。那么这位老师呢，是阿哲认识了很久，他在股票市场当中从业也10多年了。那么他可以解决大部分同学的大部分基础问题。所以您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或交易过程当中有任何的不懂的，都可以问 Jacky 老师。那么同时，我们的福利也会由他帮助阿哲去进行发放。所以找到 Jacky 老师之后呢，您可以好好跟他交流，并且领取我们的订阅粉丝福利。而这一个盘前解析呢，只是其中的一个福利。我们一般呢会有2个。那么第一个福利就是我们的盘前广播了。而第二个福利呢，阿哲觉得如果您真的订阅了阿哲，那么相信您不是只要一个盘前，您可能更多的想要学习更多的技术分析的知识。所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那么我们的盘前解析呢，只是其中的一点。阿哲更加希望大家可以注重一下个人的修行和学习。在您成为阿哲的订阅粉丝观众之后，阿哲会尽可能的提供我们更加进阶的知识，同时也会有一些不公开的专门针对粉丝订阅同学他的一个内部直播课程。所以在找到 Jacky 老师之后呢，您除了可以拿到盘前广播，也可以听到更多的内部课程不公开的知识点。比如说我们看到本月我们最新的课程，从本周开始我们从8月12号开始，基本上就开始进行这一套课程了。目前我们说过，市场正在进行多空重构，可能是一次再次多方上涨行情的开始转折点，它也有可能是市场当中由多转空的一个反转点。那么在这种多空重构下，怎么去保住前期上涨的利润是很关键的。所以在近期我们开展了这个主题班课，只要您是粉丝订阅观众，您只要找到 Jacky 老师报名就能参加。那么今天已经开始了第1节课程，如果您是现在刚听到阿哲视频的同学，那么明天开课之前，那么尽可能您就可以跟 Jacky 老师去报名参加了，就不会错过后续的直播课程。希望您在点击订阅之后，您的技术分析可以开始有所长进，能够开始有所有效的学习。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刚第1点我们是讲了有关于指数的环境，对于指数环境你有所了解之后，我们来到第2部分。如果目前的市场确实选择向下，那么很多个股你只能去看短线，亦或者你可能去找超跌反弹。而如果市场选择向上，好，那么很多趋势个股呢，我们依旧向上去看，这是我们分析指数的重要原因。而第一支标的，我们看到特斯拉。我们首先看到它的空间层面，我们在最近呢是不是一直说特斯拉处于一个三角形收敛的状态？而它在最近连续的4根阳线之后，它其实已经突破了最上方的这个压力线。但突破的过程当中不是说很好看，收盘价虽然站上了，但它已经连续性的有长上影线的出现，而且每天的上影线在变长。我们曾经说过上影线是一种趋势，或者说股价上涨动能反转的意愿，一旦影线越长，反转意愿就会越强。所以上涨时如果不断的出现更长的上影线，一般意味着上方的压力抛压也在增强。那么这种抛压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呢？我们目前尚不可得知。但是如果今天能够收一根实体阳线，把影线吃掉，那么说明抛压结束，市场重新看涨。这里特斯拉依旧看涨，并且它是我们方向性选择后的一个上涨。而假如今天再出现一根阴线跌破了前面的一个趋势线，以及跌破了昨天阳线的低点，就可能说明这个抛压更容易产生深层式的一个回调，那么就要小心一下，它可能会去往前期突破过的一个趋势支撑去进行回踩。那么目前的这个趋势线就不是一个有效的突破，所以当下你要去关注是否能够有效突破最新的这根向下趋势线。所以昨天 K 线是一个关键 K 线。那我们再看到短线资金和动能上，现在呢，你所看的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在图表当中呢，你要注意有一根线，这根线呢是170天线，170天线它代表阿哲的这个分析系统当中的中长期趋势，在170天线是走平的状态之下，它有可能会走震荡，而震荡它就容易新高之后容易就往下调，是吧？新低之后呢容易往上涨，这说明是一个震荡行情，它还处于这种范围之内。所以目前它会不会脱离震荡呢？你还无法确定，因为它目前的价格还在之前的震荡区间之内。而后170天线目前是突破第2根，如果是老同学应该知道170它的突破是有效还是无效，就看2根 K 线后2根里面偏高的那根 K 线。这也是为什么最好今天能够把它吃掉，
一旦吃掉，就说明这种上涨力度是能够构成170的有效突破的。像前期的这一波上涨，是不是它也构成了1天突破、2天突破啊？高点呢也是压力，没能突破。像这里呢，突破第1天、突破第2天，是不是高点也是压力，也没能突破？所以正常突破170，2天你要关注了，它容易有反向的力量的出现。所以当前这里我们依旧要注意一下，还处于震荡，并且属于震荡的上沿。而下方呢，它是一个波段趋势，我们中期看涨，那波段上涨连续的连阳产生，所以这个趋势，那么从一个相对小的结构来讲，大结构还在震荡，还在收敛，但小结构呢已经开始由空转多，下方的飘带已经开始发上，所以这里哪怕真的调啊，不管调还是不调啊，如果它真的调，那这个飘带其实也是往上去发上的，那么也是比之前强的，所以这个地方下方是有支撑的。一个是170的支撑，一个是飘带支撑，所以这里要再次走为一个短线空是不太简单的。那也就是说，哪怕整体趋势还在震荡，那么特斯拉真往下调，它也是以买点为主。我们再看一下它的红绿灯，从底下的绿灯往上走，目前是一个红灯都没有，它是连续性的都是绿灯，所以这个位置呢，我们依旧看涨。而你要关注一下红灯何时会产生啊？看到低点的预测值，就今天的336.59，高点的压力是349.08啊，关注这2个点。如果收盘价跌破了336.59，那么就说明它是一个红灯，短线上开始走为空方强。而我们再去关注啊这一个170和这个波段飘带它的一个支撑，你再去看一下，从一个中短期、中长期来讲，何时容易有低吸点，这是特斯拉目前的关注。你可以顺势看多，但是这里呢不建议啊，我们再去追涨买进。以上就是特斯拉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空间图表。在英伟达的走势当中，你会发现市场是不是已经站到了我们之前所讲的178.54的交易之上？但这个站上去算有效吗？还不是很算，因为在涨上去的过程当中呢，它的时间是有了3-4天了，但整体的价格依旧保持这种十日星长上影长下影，所以整体来讲还不够于强势。而前期这一波上涨时左边的这个阴线的高点呢，它也还是没有突破，就跟我们的纳斯达克指数是一样的。所以当下突破了压力之后，它走为震荡，说明整体是没有脱离这个压力的，它要转为支撑就还是有点难度。所以当前的股价走势还不是很判定它有效的突破。而我们再看一下资金和动能方面，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日线图表。在前期回踩了我们的波段支撑点后市场呢一直是保持着绿灯短线上呢是没有走弱的，红灯是一个都没见着。所以当下虽然 K 线在走短，以及呢整体走十日星，但是它是还没有红灯的，所以还是属于绿灯的范畴。那么绿灯的范畴就属于短线还能够看涨，而它的波段和它的170天线都是向上的，我们讲过很多次了。所以目前的英伟达属于一种趋势上行，但是你要找买点吧，现在也找不到什么买点，因为整体是绿灯之后在走弱的一个上涨。如果能够去突破左边这一根阴线的高点，那么你可以说做一个追涨做一个相对的突破买进，那么也可以去看。但当下来讲，上面呢有压力，底下支撑又离得比较近所以我们更多要么回踩去找买点，要么呢突破去找买点。而我们看一下它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179.36。高点的压力是182.95关注这2个数值。以上是英伟达的解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 AMD， 目前所看的是 AMD 的空间在空间上市场出现了下跌略微破了左边的这个支撑后，立马出现了一个反包上涨。但上涨时我们说过，这里有一个向下的趋势线，这个向下型的趋势线呢，当下还是压力有效的，它要么是冲高回落走了一个十字，要么呢是冲高回落走了一个我们所说的这种长上影线，射击之星还是什么的都一样就说明上方有压力，所以这个曲线呢还是有效的。那这个趋势就还是往下走，目前呢还没能够产生特别好的一个上行。不过我们之前也说了，它因为整体的波段是强势上涨的，所以股价下跌给了一个反包的买点，那这一天呢还是可以作为反包买入的。那么这个位置就依旧波段看涨。目前市场虽然受到上方的一个压制，但因为大趋势是向上的，那么对于这个压制怎么说呢？它还是一个比较小级别的，所以小的级别是向下，大的级别呢是向上，我们更多还是往上去看。那么当下哪怕它有回落预期因为我们整体是在这2根 K 线的时候去做买进策略的，那你可以呢把前面的这根长下影 K 线你可以把低点呢作为波段的防守，亦或者是把它的实体下影作为波段防守。
价格走势只要不跌破这个区间啊，在这里再有止跌啊，再有上涨什么的，我们再去波段加仓。所以这个地方属于第一次的波段买点。而后我们认为它趋势走弱，有回落预期，但因为大趋势向上，所以还是可以在下跌时找再次的加仓买点。而整体的防守位啊，就大概是在长下影线的区间，这里跌破，那么波段上就彻底我们就不看它上涨了。所以这是从波段角度我们看 AMD 短线来说趋势走弱，但整体大趋势因为还是向上的，所以整体还是以做多为主。我们再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上，从目前的股价走势和飘带的关系，你可以看出当下它是在一个支撑区的。像前期的位置出现了一个下跌，而后回踩飘带，是不是在飘带的上沿出现了止跌，而后反包上涨？那么这一次呢，它踩的比较深啊，它直接踩到了中轴，甚至呢有盘中去刺到下轴，所以这里踩的力度比之前是深的，调得深就说明涨的呢可能会变弱。而这一波上涨后，它目前还维持在这个飘带的上沿，那整体还是不错的。也就是说，刚才我们所给到那个区域呢，如果它真的跌破，那基本上就跌破飘带了。那么在飘带这里就还有支撑，那么我们就依旧找回调的一个买点。这里是一次的买进，那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其他买点的。假如它在这里再回调、再反包，或者说再止跌上涨，那么再去找新的加仓点。只要飘带是紫色，只要股价上行还没有红灯，那整体来讲它的风险性就还没有大到我们需要去右侧离场。我们看一下它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今天看到166.110，高点的压力看到175.55。目前 AMD 有可能会在飘在这里走震荡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二部分，特斯拉、英伟达和 AMD。而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会讲到同样的一些个股的解析。但这些个股解析呢，阿哲可能不会讲得特别的详细，更多的可能会从我们的支撑和压力以及趋势方向去简单讲一讲、分析一下，因为内容太多，可能全都很细致的讲呢不太容易。不过这里要提醒一句图表当中所标记的这个红色块并不是说每一个都可以去做空，而是说大部分都有这种调整的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或者说容易发生调整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一只股票是 Circle。Circle 的股价当前处于一个飘带，是一个黄色带。那黄色带就说明它当下是一个趋势的空头，而价格从前期的一个红灯走到现在中途呢出现过绿灯，那绿灯之后呢又立马转红灯。那股价走势这波下跌，从日线级别来讲呢，它的一个买点从绿灯上这里是买点，但第二天立马要止损。而最近这里呢，是不是也出现了绿灯？但绿灯之后，第二天又立马是红灯。所以整体从多方角度来看，日线级别这一波下跌到现在为止，没有说特别能够去上仓位的一个买点，而建立于当下是一个黄飘带，所以哪怕这里走为上涨，也小心它可能是一个反弹。那么当下呢，依旧处于一个红灯后的范畴。那么这里呢，就依旧以反弹去看，目前还没有绿灯。我们的绿灯要怎么出现呢？它得要看到今天的预测低点158.348，以及高点的压力是172.622，它得要突破172.622才能够产生我们的一个绿灯买点，并且左侧呢光头鹰还没突破，这个复线后的 X 也没能突破，所以当下来讲 Circle 最近呢是以震荡为主它有运线、有复线、有光头鹰线，但是都还没有买点产生。我们接下来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PLTR。PLTR 就整体是走了一个趋势上行，从很久之前就一直是走这种紫色飘带一路上行。在紫色飘带的走势当中呢，一般哪怕出现红灯也不要随便去做空，除非它离得远了。那么我们更多找的是回调到飘带上，而后找红灯转绿灯，而后去买进比如说像最近的，这是红灯转绿灯，这也是红灯转绿灯回到飘带。中期看多的情况下，出现短线转涨信号作为买点。那目前的 PLTR 它其实远离了飘带，远离之后呢，出现了一个黄灯，黄灯后呢，第二天破位，并且是一个绿灯转红灯。那前面这里呢也是的它是一个黄灯，然后第二天呢是跌破了，所以这种意味着它有一个回调的需求。而这种回调需求，你要关注一下底下的支撑，从飘带的角度来说，它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调整的空间？所以 PLTR 从目前的角度它容易回调，而从波段的角度依旧看涨，只是它乖离大了之后有一些回落的需求。
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底下的支撑是多少。底下飘带的最近支撑是 166.676， 而后我们再看到今天会不会重新由红灯转绿灯呢？如果有，那么就要小心，你千万不要做空；如果没有，那么继续往下看回落，也就是说保持红灯、保持无灯是最好的回落状态。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 179.67， 高点的压力是 184.93。那么价格走势如果继续保持红灯和无灯，那么我们是不是看一下飘带166是否能够有所支撑？如果有又会产生这种买点如果这里转为绿灯呢，那么就先不看跌，我们依旧看它延续上涨。当然这里因为有黄 K 的原因所以这个地方调整的概率还是蛮大的。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Coin 呢，它也还是处于一个黄色带。那么黄色带底下呢有蓝 K， 蓝 K 代表短线超跌了，超跌之后转绿灯，目前呢在维持上涨，但它没有一个好的买点。它的买点呢基本都是阴线，但阴线呢不能够作为买进，或者说我们尽可能不要买在阴线上。所以这一波上涨呢就看着吧，价格走势连一根阳线都没有，我们就关注一下它离飘带呢越来越近，离缺口越来越近。那么这里再往上碰一碰它呢也容易产生一些压力区了。所以 Coin 呢整体还是能看涨，但是就没有好的买点作为技术面来讲呢，不太建议去买到这种阴线上。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多少呢？ 319.21， 高点的压力是 334.07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APP 呢终于到达470的这个压力位，而后回落，最后收盘是 465.58。那么到达压力位出现回落，并且是连续加速到的，那么这里呢就要开始有所关注，有所小心。它离前高其实很近了，略微再冲一冲，其实就到前高了。当这种上周之前，阿哲认为它调的概率会比较大一点。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些关键的支撑位首先第一个就最为强势的调整是怎么调呢？就是它连这一根 K 线都不跌破，前面这里是一个三小顶。如果它的调整是震荡，它连它都不破，那么我们继续在这些位置看涨，去看前高，它可能会再次的延续加速强势行情。那这种概率呢是比较低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另外的支撑，就这个低点不破属于极强势的走势了，它的调整是极强的。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左边这个高点，因为这个高点很特别，它跟右边这个高点其实也有重合，所以这个地方呢属于一个假突破。那么股价目前又回到了这附近走了一个相对的上行结构。那么上去之后呢，就打破了这种相对本来它有可能是反转的，但是它这个颈线被打破之后呢，这个反转就破掉了。那破掉之后，它可能又会走为一个上行趋势。那这个前提就是目前这里它后续的调，它不要调得太狠。它往下调的时候呢，不要跌回前期这个共振的高点之下，那么就说明突破是有效的。这个突破只要是有效的，就依旧往上能看新高。而假如这个突破是无效的，它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阴线，再一次跌回来，这个时候就小心了，它有可能走到这里就结束了，可能真的走了一个双顶结构，是一个向下的反转。所以最好它不要跌破某些位置呢，那么就是前面我们的这一个高点共振的地方，也是最近刚突破的地方，它最好不要回落下来回落下来，如果以长阴线回落下来，那么就不太好了。所以当下来讲，就最好不要跌破前面高点的位置，而后它在上面震荡也行震荡之后呢，这个趋势飘带它一般会往上去靠那整体呢就会有另外的支撑了。所以这是 APP 当下从日线上可以看到的一些迹象，也是目前这里有压力，它有调整的需要。但如果它这里都不调，那好，直接奔着前高去了。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从低位回踩的绿灯然后目前一路的绿灯，我们再看到现在有没有可能会转红灯呢？低点支撑今天是 457.395， 而高点的压力是 481.885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VGO 的话，最近走势也是偏弱的，它跟英伟达和指数是同势的，因为左边的这根阴线呢，它实际也没有突破，整体也还是受压，所以市场呢就还在等某些信号出现，可能会选择一个方向。那么这个方向呢，有下的可能，有上的可能，整体要看消息面在最近的一个反应。当下呢依旧还是绿灯，那绿灯之后呢，它一直保持无灯状态，就说明上涨目前是一个减弱的动能，但红灯还没有出现。我们看一下底下飘带的支撑是 295.891，
因为飘带呢是一个中期趋势的支撑，所以它离得近，说明它的位置不算高，跟 APP 啊、跟 PLT 啊等等都是不一样的。它这种呢是跟英伟达一样，说明位置其实在波段中期来讲是不算高位的，底下的支撑离得比较近的。我们再看到今天的一个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299.085，而高点的压力是306.105啊，关注这两个数字。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阿斯麦，阿斯麦它依旧还在延续反弹，但是它这个反弹呢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107天均线。我们刚才讲特斯拉时讲过，107天均线它的突破是否有效看2根 K 线，但是它在突破第一天之后，第二天收盘价就跌回来了，而后它是冲高回落，它没有去突破这个黄色带的上轨的一个压力啊，它甚至没有突破中轨，所以整体来讲，对于107线以及我们中期飘带的压力来讲，这个地方反弹是容易见到高点的。所以当下这算是一个压力位，那这个反弹如果是高点，那么它下一个动作呢，应该是要去跌破下轨的这个支撑了。一跌破，那么整体就有可能去再次走下跌，亦或者走2次回踩，然后再确认这一个上涨。目前飘带还比较宽，所以这里呢一次性的过去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而我们通过短线的策略来看呢，红绿灯目前依旧还是一个绿灯没有红灯那么昨天这个下跌呢，空方就还不算短线占优，只是波段上来讲有一些压力它没过，所以我们有点担忧而已。我们看到预测值，今天的低点支撑714.241，高点压力726.585。从一个预测值来讲，今天如果跌破预测低点，那么它就是一个红灯 K 线。而如果你是从低位反弹以来还在做的，那么这里如果跌破昨天红灯就要小心了，你是一个右侧要止盈。而它后续如果在收盘跌破底下的飘带的下沿，那么就更应该大幅的去离场。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APL 它出现的是一个黄 K， 那么黄 K 说明股价在上时进入到了一个波段的相对超买的一个环节，像前期这里出现蓝 K 它就属于一种相对的短线超跌，那么黄 K 呢就是波段的超买超涨，所以蓝 K 时要注意低点的出现，而黄 K 时要注意高点的出现。目前这2根 K 线构成了晕线，所以黄 K 出现和晕线的条件构成了共振。如果今天出现了跌破它的低点，并且颜色转变恢复正常，那么这里呢将要往下去看了。下方有2个支撑，170 MA 的支撑以及下方飘带的支撑，飘带离得比较远所以先看170的价格，这里呢作为第一个支撑点，突破170 2根 K 线之后目前呢是出现了有回落需求，所以这里它不能跌破170，跌破的话就是突破无效，那么这里苹果又还得要转为震荡这个好不容易走出颓废，那么就有可能还要被压回来，因为它的170呢还是在往下走的，尽可能170站得稳，哪怕170跌破也最好不要跌破这前面的震荡区间了。好不容易走出来，回踩一下给个买点那就更好了，这里不要跌回区间之内。我们再看到预测值，目前还是一个绿灯连续3根绿灯之后，昨天转为无灯会不会今天转红灯呢？我们看一下预测的低点是223.57，预测的高点是228.37关注这2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Meta 的运行在震荡在出现了财报之后一直呢产生的是震荡，红绿灯呢不断的在漂移，所以在这种震荡行情当中呢，就不是红绿灯所适合的了。红绿灯更加想把握的就是连续的同趋势的颜色，那么这种连续反转一般来讲就不太作为关注的对象。而下方的一个飘带目前在变宽，并且在离股价越靠越近，所以在这里震荡的时候呢，它就消化了之前一大波快速上涨时所导致的这种乖离。好，乖离一旦修复，就容易呢继续往原有趋势去向上。那么这里我们依旧后续是看涨的，只是目前离飘带还有一点距离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去消化一下。而当下是一个绿灯之后无灯的状态，所以短线呢还是可以看多的。只是因为它缺少了一个启动 K 线所以整体呢是比较弱的。我们再看到预测值，今天的低点支撑是760.876高点的压力是769.664关注这2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STR 在上涨当中，昨天呢是不是突破了这个飘带？上期视频我们说我们的目标位就是能够到这个飘带之上过去了就算目标达成了这个刚好过去之后就自涨回落了，所以当前来说它的飘带上沿还是压力，中轨也是压力，
它当下只是刚进入到飘带之内啊，所以上方的压力重重。当市场转为空头向下时，波段向下时，它想要再去转多就有一定的难度了。所有的上涨就只能先以反弹来看，这也是为什么到达一个目标，你可以做短线的获利兑现。而目前你要关注一下这个长上影线之后，它会怎么去走。我们更加希望啊，如果还有做多机会的话，它不要去跌破这个飘带的下沿。如果跌破收阴啊，那么这里呢，短期你也没有再多进入的机会了，因为它这里再涨，那上方也是一个压力，所以最好就是它不要跌破，然后在这里呢继续走绿灯，或者说走出上行，还有机会能够去看再次的突破飘带啊，否则在此之前就不要随便动了。看到红绿灯的角度，目前短线还是保持绿灯的，但我们要看一下红灯会不会出现，红灯不出现，而后走调整再走绿灯，也能够作为后续短线关注的一种角度。这里有没有红灯呢？看到预设低点399.585，跌破就是红灯，高点的压力是415.025啊，这里突破就是绿灯了。而关于 MSTR 的短线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的30分钟。30分钟的170和这一个飘带是靠得比较近的，所以这里呢，其实在日线上，你也可以在今天可以看到有一个支撑170的支撑。那飘带上呢是出现了2个回调的一个蓝 K， 它说明短线出现了超跌，跟前面这里是一样的，短线有超跌。好，如果你是做日内短线的话呢，我们不说日线啊，就说日内短线。好，那么前期这里，那么蓝 K 消失，然后反包，这里呢是一种买点。那目前也是的。如果30分钟第一根 K 线能够蓝 K 消失出现仿包，那么这里呢依旧是指飘带上看买点去买进，那么去再看新高，所以这是我们在30分钟日内短线上可以看到的一个买入的信号提醒，但是它得要突破消失才行。如果依旧保持下跌呢，那么就不要随便去买进了，而这只是一个日内的买点。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谷歌。谷歌呢，就沿着170天均线在慢慢的往上走，整体趋势呢还是比较强的。当下呢在创新高啊，创出左边新高，那么就说明它整体比指数啊、比英伟达等个股还算是强的，因为很多个股是没有新高的。好，它收盘突破新高，出现运线。那么接下来我们如果能看到再一根阳线啊，就说明运线上破，这里的谷歌就是一个买点啊，大家注意了，就是它在突破了左边的高点之后呢，已经再次构成上行趋势，上行创新高本就是一种看涨点。好，这里如果运线周上破，就说明它突破新高之后走了一个回调，那么这里再次上涨，那么这里就能够构成突破后的买点，运线上破买点。而我们上次说过，它最好不要出现突破之后呢，立马又跌回来啊，这是一个不太好的。那么如果跌回来，就说明它是一个不太有效的突破啊，那这个时候呢，强弱就有待考量了。我们再看到它的一个飘带上的一个红绿灯，目前依旧是绿灯后延续上涨，还是保持绿灯和无灯。我们看到今天有没有红灯出现呢？低点支撑199.535，高点的压力是201.895啊，关注这2个点位。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目前出现红灯，也是反弹触及到飘带啊，触及飘带往下跌出红灯，那么当下呢就依旧看红灯的调整，依旧看我们这个短线的回调，而底下呢是一个170天线，所以前期它跌到170天线啊，出现了蓝 K， 然后反包，这里看看反弹没有问题。那这里如果再次红灯，再次往下调，就要看一下它是破前低破170，还是2次回踩不创新低。那么这呢可以构成我们接下来再次往上看反弹，至少当下呢就到这里差不多了啊，已经往下调出红灯了。除非今天立马转绿灯啊，转绿灯，那继续呢去挑战这个飘带，看一下今天能不能转绿灯。预测的低点支撑是219.525，高点的压力是222.175。如果今天收盘价依旧是在219.525之下，就说明还在加速下跌。只要它突破222.175，就重新能够回归看涨。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SMCI。SMCI 当下趋势开始转为空头，只是刚转啊，还不是说很明确。从底下的 K 线来看，它呢出现了上影线，而后是10日星啊，类似小实体。目前依旧是一个蓝色的 K 线，那蓝 K 代表短线超跌，买点就是蓝 K 消失，而后反包突破买进。那目前是没有这个买点的。离170呢和亚马逊有点不一样，亚马逊比较近啊，它呢比较远，所以它如果要再跌还是有空间的。当下是一个蓝 K 加运线一样的，运线上破肯定蓝 K 就消失了，这里就是看涨点，否则你不要随便乱买，
这里还是红灯占主导，而我们的飘带也转为了黄色，就说明趋势上中期变空，后续反弹也只能先看反弹。我们看到预测值，高点的预测今天是46.59，低点的支撑是45.09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台积电，台积电的运动在出现大幅的跳空缺口向上之后呢，它是有点而走弱了。回踩飘带，然后止跌向上，但是呢没有反包，所以其实最近的行情呢，它没什么买点啊。这里呢绿灯反包啊，可以作为买点，第二天立马是防守阴，那么又是红灯，那么就止损离场了。这个地方它还是飘带，是一个紫色的，所以就找买点啊，找绿灯都可以。但目前呢虽然有绿灯，但它不是一个强势的阳线收阳，它是一个阴线，所以台积电不管涨不涨吧，就跟 coin 一样。整体没有特别好的买点，那么就找其他股票会更好一点。我们看一下它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241.815，高点的压力呢是245.62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Coalway， 好，那么 Coalway 最近呢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反弹啊，特别强的反弹，比很多个股反弹的都要强劲。不过前期跌呢也跌得比较狠，那最近呢它是突破了飘带。突破飘带呢，一般要看2根 K 线，是吧？现在就是第2根，而后呢，它又是黄 K， 黄 K 代表波段超买，所以当下的call位它不是说直接去买进去追涨，你哪怕这里买，最多就做短线啊，日内一般会合适一点。那么当下你要关注就是它下一次回调的时候，底下的飘带能不能成为支撑？如果可以，就会慢慢的往紫色带去转。那么前面这一波下跌，它的黄色带是吧？它就容易被终结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才说明趋势的反转，否则它一波强势上涨是不会反转的。所以当下要关注它会不会是一个低位呢？会不会是个底部呢？你要看一下下一次回调时它的力度，它能不能撑得住。如果可以，那么这种位置才是真正再次的一个买点。而前面这里呢，你最多就是用一个绿灯，是吧？用绿灯去把握这种短线反弹而已啊，更多的你其实也看不了太远，整体还是一个反弹为主，因为它是一个波段的空头。像前面这一波当边下跌以来啊，其实呢也没有太多的买点啊，这里呢出现了一个蓝 K 反包啊买点，但是呢最后没成功，跌破了飘带，那么这里就要止损。我们的买点不是说100%一买就涨，但是你要买了之后有相对应合理的止损，而后你也有不错的风暴比。像这种位置绿灯之后呢是一个强反弹啊，但也只是反弹，突破蓝 K 没有阳线，那么不作为买点。那么低位，那么剩下的就来到这里了。最近的蓝 K 突破呢，就是这里啊，突破蓝 K， 然后出现加速短线上涨。那么绿灯呢，在这2个位置出现过，所以整体来讲，这一波下跌，我们的信号是出现过几次的。那么最后一次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反弹，前期呢基本上就守好相对应合理的止损即可。而我们来看一下底下的支撑，现在是一个125.515，以及呢121.647，这个区间只要回调是止跌，是一个支撑。那么再次向上运行反包，或者说运行绿灯，都可以再次作为回调的趋势买点。而现在短线加速，一般我们就找高抛点就行了。预测的高点压力是146.3，低点支撑呢是134.98，跌破134.98，这里是一个红灯，那么我们就等调整结束。否则，如果它没有红灯，那么这里持续上行，就慢慢的去跟踪，等到回调开始有止跌买点再去买。而现在呢，最多做短线追涨，但是肯定是有风险的。以上就是8月12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